什么会有台湾人有可能持有大陆的居民身份证？办这个居民身份证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有大陆的身份证之后，他可以去申领大陆的护照。那大陆护照跟台湾护照相比，有一些地方中国大陆的护照是可以免签的，而你们的护照申请呢是需要$200的签证费。你看这一个小红书上的例子，就说它是会提供一些出行便利啊、就业保障。如果没有这个闽台融合的政策的话，不太有可能拿到居民身份证。所以这个政策之后，也只是在福建省实行这个政策。两岸在过去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说两岸同属一中嘛，所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呢，第9之1条，台湾地区人民不得在大陆设有户籍或领有大陆地区护照，但他没有罚则。但是因为过去对岸是不允许台湾人直接变成中国大陆公民的，所以呢，如果你违反了会怎么样？第一个，你丧失在台湾的所有公民权，但是你作为台湾地区人民的身份及所负责义务不因此免除，虽是国民但非公民的概念。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湾人在大陆证件呢，确实是存在3种。那我们来看这个台湾人在大陆的3种证件。第一个是台胞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基本上都有呢，是因为这是一个卡式台胞证，入出境大陆得用。如果他没有及时办理的话，他可以在口岸申请这个一次性的台胞证。那台胞证是台湾人入出境中国大陆的旅行证件，它是一个类护照的一个效用。持有台胞证的话，它不会被你们政府取消在台湾的户籍。然后说到是台湾居民居住证，其实不仅台湾居民有居住证，港澳特区的居民也有居住证，而且是类似的。它的背面呢会有一个通行证号码，所以这个居住证呢是跟通行证挂钩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叫做回乡证嘛，那你们的那个就简称叫台胞证啊，这是有相关联的。只有居住证的话，它不会被你们政府取消户籍的。为什么会有台湾人有可能持有大陆的居民身份证？你看这一个小红书上的例子，就说它是会提供一些出行便利啊、就业保障，比如说什么买医保啊之类的，确实是有台湾人是有可能持有这样的。办这个居民身份证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大陆的身份证之后，可以去申领大陆的护照。那大陆护照跟台湾护照相比呢，但是有一些地方中国大陆的护照是可以免签的，而你们的护照申请呢是需要$200的签证费。那还有一些地方是大陆护照能去，台湾护照去不了的，比如说一个国家叫 Georgia， 那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去西藏的自由行，因为西藏是允许大陆人、香港人、澳门人去自由行的，而台湾人跟外国籍人士都是需要组团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如果被台湾当局抓到证据的话，那你的户籍跟那个中华民国护照就会被取消，这个灰色地带是存在的。而且就说现在其实你看福建，它也是在这个闽台融合方面，它是做了很大的工作。比如说一个台湾人如果台胞证过期或者从来没有过台胞证，他飞抵厦门之后，他是同时可以在口岸申办那个一次性的台胞证。而其他的省份呢，你就得先拿到一次性的之后，然后去旅馆申请就是你的居住证明，然后再去出入境管理局办理5年的台胞证。所以就是两岸融合这方面做的东西。所以理论上来看，陆港澳台4地，你任何护照任选其二，这双持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首先我要先确认一下，如果没有这个闽台融合的政策的话，是不是在这之前是不太有可能拿到居民身份证？所以这个政策之后，也只是在福建省实行这个政策。据我所知，好像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拿到所谓的居民身份证。因为我跟大家讲，这是个底层逻辑啦，就是说为什么以前做不到？两岸在过去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说两岸同属一中嘛，所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呢，第9之1条，台湾地区人民不得在大陆设有户籍或领有大陆地区护照，但他没有罚则。但是因为过去对岸是不允许台湾人直接变成中国大陆公民的，就是在两岸问题解决之前，两岸的最底层默契就是基于9·2共识的逻辑上。所以呢，如果你违反了会怎么样？第一个，你丧失在台湾的所有公民权，但是你作为台湾地区人民的身份及所负责义务不因此免除，虽是国民但非公民的概念。那这个地方呢，9之2条规定，依前项丧失台湾地区人民身份的，事后注销大陆地区户籍或放弃大陆地区护照，得向内政部申请恢复台湾地区人民身份，并返回台湾地区。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的点？他没有办法针对所谓他已经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这件事情来进行，因为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就写得非常清楚的，而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位阶只仅次于宪法，所以那是没有办法做的。如果说他向内政部申请回复台湾地区人民身份的话，返回台湾地区就恢复了，没有罚则，因为我们不能限制他人居住迁徙自由，因为宪法两岸宪法都属于一个中国宪法，所以
才会出现这么怪奇的一个状况。如果你从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来看的话，其实这是对岸也在做一些突破，你切香肠我切你香肠，所以他开始提供台湾人所谓的居民身份证。然后好玩的地方是台湾并没有相应的修法，说如果你取了居民身份证的话，那你丧失了国籍，因为这个下去就违反宪法了嘛。所以这里面就是尴尬在这边，哪怕一个人他取了居民身份证，你最多只能注销他的户籍。而这件事情呢，谁在讲的？刘世芳自己都说了，他说有2个台湾人，他们10万人嘛，说有20万人嘛，最后查到是2个人嘛。那不管怎样呢，内政部说限期说明是否就废止台湾身份证，就代表说你丧失了公民权嘛。那丧失了怎么样呢？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你是可以随时恢复，你只要放弃了大陆的身份证就恢复了。为什么要废止？为什么你持有大陆身份证就要废止台湾身份证？因为中华民国是默许双重国籍的这个存在或多重国籍的存在。那为什么不能默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呢？因为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卡 bug 了，就这么简单。卡 bug 才会出现刚才出现的这个问题。他们把很多东西都混在一起嘛，这3张证本质是不一样的嘛。陆委会有一个说明，就是他明确说了，只有前2张是不会影响台湾人的身份证跟带身份证字号的护照。简单来讲因为这一波呢，包括邱垂正都跑出来了嘛。邱垂正呢，在1月3号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状况居住证、定居证、身份证对应的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居住证、定居证这个是台胞证、居住证、身份证。身份证等同你拥有公民的一个转换，居住证并不会被取消台湾身份，但是定居证取得中国身份证前6个月的必要证件，一旦被我国知道，就会去找申请人说明，劝退对方胜诉。这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你定居6个月的话那你就会怎样？就最后你有机会去申请这个中国的身份证。过去的话，据我所知，要申请这个是很复杂而且很困难。那现在因为闽台融合，所以开放了。台湾是这样规定的，你在台湾要享有正常的居民待遇的话，你必须住满183天，如果没有你就被除籍。所以会有很多台湾人就是来回的住。其实国民党或者是其他人所说的过去没办法领到居民身份证这个事情是不是对的？是对的。现在是不是对的？在福建有特殊状况，因为闽台融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有部分的城市你可以申请，大抵是这个样子。那福建之外的情况就是就是申请人在收到批准定居通知书6个月内到申请定居的市县公安局办理台湾居民定居证，同时上缴台胞证嘛。定居证就是身份证顺带把你的户口本也弄了只要你有地址就可以落户，完全等同大陆户籍。对，但是问题说，据说定居证还是没有台胞证好用。申请人递交窗口受理批准定居通知书，收缴申请人台湾身份，就我们所谓的身份证跟护照嘛，然后他就发一个定居证给你做一个临时身份的认证。最后定居户口机关为获准定居的台湾居民办理常住户口登记手续，并发放居民身份证。其实我跟你讲为什么搞那么复杂，就是呢不想要，但是上面又有指示嘛，所以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不是华人最常干的事情嘛。那至于说闽南人89他们这边鬼扯淡说，哎呀这个身份会导致中国出兵这个来干预台湾等等这个他妈更鬼扯。中国出兵还需要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吗？是不用好吗？